持续锁定新闻大白话，我是今天节目主持人李素恒。首先来欢迎这一节要参与我们讨论的来宾，资深媒体人谢寒冰，冰哥。主持人好，大家好。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做得很好，各位朋友好。退役少将厉正杰。做得很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我们来看呢，这个山东舰呐，现在呢，它这个航母编队到了香港之后，好多民众呢，现在都要争睹这所谓的这个国之重器哦。那你可以看到呢，在这个山东舰，他们呢是在3号的时候抵达，总共整个访问的活动是有为期5天的。那民众现在就想说排队，我想要去一睹它的这个风采哦。那当然，我们呢现在也要带大家来看一下哦，因为其实在这个山东舰呢，也有相关的影片是有曝光的，里头呢就被很多人说啊，看起来你不只是只有外观蛮大的之外呢，其实在进去里面哦，好像说呢这个战机啊，它的整个很巨大，大到呢你没有办法透过一个镜头就把它拍下来，所以你看到这画面上呢，它要一直不断的移动脚步哦，才能够呢把整个拍下来。说呢一个手机的屏幕啊也没有办法放下，那长达要多少呢？我们刚刚这影片大概是有重复嘛，看大概要12秒才能看完。那不只是中国方面哦，美国的媒体呢也开始大篇幅的报道，像是呢就有说这个是 CNN， 他们就用说中国航空母舰跟海军舰队进行的为期5天访问哦，这是中国在展示他们的军事实力。那这个同时呢，我们看到美国啊，他说盟友计划呢也要在中国附近展示航母的实力哦。好，这是英国和日本，他们呢跟这个他是美国的2大盟友嘛，所以呢也有传出说他们将跟这个航空母舰哦共同进行联合海军行动哦，这也是就是大家都要来大秀肌肉啦，看看谁的肌肉比较强。那我们就来看到哦，现在就说这个刘建超啊，他也开呛了，他就说呢，这个美国防长啊，这是在霸权思维吗？因为你国家虽然大，可是呢，好战的话必定会自取其这个灭亡，因为他就说我不敢想象哦，中美之间现在如果发生兵戎相见的状况之下会怎么样？所以呼吁一些崇尚武力对决的政治家，你要放弃这种言论，停止冲突，或者是停止挑拨矛盾哦。那他就引用了中国古语哦，说呢驳斥美国国防部长的这个霸权思维。他说你如果呢以为自己很大啊，但是呢你想要好战的话，一定呢会必亡。好，我们来看呢，川普现在当然呢，在经济上也是面临到非常大的困难嘛，所以呢，川普就在7月4号的时候，他最新的是说，他从7月4号开始会寄出通知信给贸易伙伴哦，那还说收到信的国家呢，你们从8月1号开始就可以缴纳关税了。那美国现在要向不同的国家来通知关税了，对中国方面呢又是多少？这其实会影响到全球的经济发展。那大陆外交部发言人强调说，希望美国跟中方呢可以相向而行，大家用实际的行动来维护呢你们之前已经有很多的通话了，那至少现在有实际行动作为吧。尤其是在中美伦敦经贸会谈之后，他说中国已经依法依规审批了符合条件的管制物出口许可的申请，所以呼吁美国要采取相应的行动哦。而且呢，近日啊，其实也有报道指出说，相关的企业已经接到美国的商务部通知，所以会恢复了像是 EDA 软件啊、飞机发动机啊等等的这一些对华出口。好，那当然在业者来讲哦，一定是持续呼吁说要有维持低关税嘛，因为呢就说明年7月4号啊，美国就会迎来独立250周年了。那当时呢，你看到川普已经预告说，为了要庆祝美国250岁，所以呢他要大搞特搞，甚至还说会计划一个长达1年的大规模庆祝活动哦。那华尔街日报更提到说，美国烟火业啊，他们还预警说明年呢，如果美国先前就已经现在大幅提高对华关税的话，那你看生产跟运输就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延误，那会导致什么？你明年这个独立日大搞特搞计划要喊卡，因为可能就没有烟火可以用了。美国呢有高达99%的烟火都是依赖中国的进口。那还有呢，是你看到在石油的部分已经是中国拒买美国石油
连续3个月都不买，那这是2018以来最长的一个记录了。好，那当然现在呢，在中美还在大家呢互相试探啊、互相角力的同时呢，中国是不是也在趁势拉拢欧洲呢？法国总统马克宏就在巴黎跟大陆的外交部长王毅会面了。那王毅就提到说呢，中欧透过友好协商解决了白兰地问题，那也希望法国可以持续来推动欧方妥善处理中欧的经贸分歧。好。大陆外交部网站呢，德国总理也在这个德国要来会见王毅。那同时呢，他也讲到说，政治经贸啊，希望可以持续合作发展，携手应对危机挑战哦。那我们就提到了中国大陆啊，其实现在针对在经贸的部分哦，欧洲现在说呢，审查电动车关税可能也会带来佳音了。这是因为中国大陆呢，在7月4号就宣布说，裁定针对白兰酒，就刚刚提到的白兰酒协商白兰地问题呢存在倾销，所以呢5号开始征收27.7%到34.9%的反倾销税，那是为期5年。那中国大陆的商务部呢也说，接受了欧盟有关于这个他们提出的价格承诺，所以对于符合承诺的这一些进口产品呢，不会征收反倾销税。那查一查就发现有34家的酒商被列入在这个名单当中这包含很多大的牌子，像是法国的轩尼诗啊，以及人头马等等这些都是大家家喻户晓的牌子，也都在这个名单里头。好，我们先请教彬哥怎么看说这个中美现在呢大秀肌肉那你看到在包含这个美国的2大盟友啊，他们也来跟这个航空母舰要共同有联合军事行动。这个当然他们是按照美国的要求指示来去做这样的一个行动，可是这样子能够对中国大陆产生什么吓阻作用吗？我看恐怕未必。为什么？因为英国你有本事天天来嘛，你在地球的另外一端呢，所以我觉得这一种就是一个展现立场而已。但是你真的要发生什么威慑的作用，我个人是认为不太可能。他导致这个刘建超他引用这个国虽大好战必亡，美国是听不进去的啦。因为大家不知道美国立国的原则是什么，就是战争。美国立国到现在明年250年，你知道他打了多少场战争？他打了106场战争。这个国家根本就是个好战分子，基本上，而且请大家注意不只是美国好战，所有 Anglo-Saxon 人成立的国家都很好战，英国也很好战，澳洲其实你看澳洲在地球的南半球大部分人类战争照理来讲跟他没关系嘛，可是我告诉你，澳洲几乎只要每一次英国打仗，他都参加，他很好战，加拿大也是一样啊。这些大英国协这几个国家其实都很好战，因为他们 Anglo-Saxon 人组成，他们就是好战的民族。所以你去跟美国讲说国虽大好战必亡，他听不下去。他看到的是他靠着战争迎来了世界霸主地位。所以美国人会继续打下去。美国人就是一个好战的民族，没有办法，这是他们立国的原则。那除非什么时候他才开始收敛，打败他就收敛，就这么简单而已。所以我个人是认为美国会慢慢的衰落，但是在这衰落的当中，他必然要吃几场败仗，不然的话，美国不会收手，他会持续这样做下去。那关税这个东西，美国现在还是不改他那一套，非常夸张。他先告诉你，有100个国家大概维持在10%的税率。对。那问题世界有200个国家，那表示另外100个国家可能会很惨，所以川普就故意吓你啊，说有的国家可能会到70%哦，70%其实意思就是你不想跟这个国家做生意，不就这个意思吗？那问题70%是谁？我认为这是虚张声势。我觉得绝大多数的国家到最后大概就是在10%到20%之间，差不多就是这样。那问题是台湾在哪里？这才是我们最关心的。请注意越南签20%哦，我们就算比越南低15%，然后你加上汇率，我们汇率从4月到现在汇率涨13%，所以实际上美国就算抽我们10%的这个税率，没有关税。我们都等于是23%的关税，因为从4月到现在我们涨了这么多，所以如果台湾没有办法到10以下，但是看起来是不可能，因为它基本关税就是10。对，所以我觉得台湾未来的出口厂商会遭受严重重创。那请问一下，我们的政府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看起来根本没打算解决，看起来这个政府现在目前打算的是什么？如果是宣布10%或15%，他说你很低啊，对，你看很低啊，比我们预期好。对，我们本来预期20%、25%，本来不是美国还抽我们32%，所以台美关系史上最佳。
我觉得他们已经想好准备要这样做大内宣了，可是我们的厂商会遭受重创，这才是最伤脑筋的事情。那至于说中美之间，我认为他们开始已经缓和了。这个光是一个稀土，不要说烟火了，光是一个稀土，大概老美就已经快要撑不下去了。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下，中美之间和谐缓和了，那请问一下，台湾未来怎么办？我觉得我们大家都要去思考这个问题。对，来这个杨老师，台湾未来怎么办？非常大的一个问题。你先看山东舰这2天对，在香港，2000人可以登上山东舰，4000人可以登上延安舰，4000人可以登上运城舰，刚好3个不同的类型的这个舰艇，那秒杀尤迈章的这个参观券。在8年前，辽宁舰在2017年7月初的时候呢，也曾经造访过香港。那这当然就表示说，这作为国之重器一个大国在海权上最重要的武器，当然就是航空母舰。而世界能够有3艘或3艘以上的，那就是美国跟中国。我们看到004的航空母舰其实都已经快要这个就是等于是说展开。那我觉得中国大陆一定不止造3艘、4艘，而它在4月份刚结束在南海的演练，然后呢就到整个就太平洋和辽宁舰共同的在做第2岛链的演练，所以你看到你是觉得骄傲呢，你还是觉得这个惊讶呢，还是你觉得质疑呢？其实，在香港，在很多就是海外的中国人都十分的骄傲，也就是说，他现在在整个西太平洋其实是具有军事保卫他的国家利益跟国土的这个能力。那同一时间，美国的乔治华盛顿，同一时间现在正在马尼拉的外港，然后呢，英国的就是伊丽莎白航空母舰刚离开新加坡，现在正驶往澳洲，准备跟澳洲去演练。这之后呢，他们都会分别到日本附近的海域。所以接下来这个夏天航空母舰对航空母舰的这个演练会很热闹。那你有没有注意到，都在台湾的4周？所以实际上台海接下来我们7月26号是大罢免，这2方当然都注意到，如果真的大罢免，民进党得到了一定的这个他们的这个成就的话，那会不会有大演习？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先心里有一个底。那至于越南这边，他付了20%的税，跟美国签了这个协议。那他8月1号要说12个国家，川普真的是搞错了啊！你们等着付关税吧，不是我们出口国付关税啊，不是出口商付关税，是你进口商以及最后你美国的消费者必须要去承担大部分的关税。所以这就为什么鲍尔你一天到晚在骂的联准会的主席，他不愿意降息，7月不愿意降，他就要等着看的你接下来陆陆续续出成的这些关税协议，你的关税到底设定多少？然后呢，它对物价影响是多少？也就是会产生怎么样的通膨？然后呢，就会影响到经济、就业。现在的数字看起来都很美妙，包含股市啊，但现在都还是反映到之前没有就是关税协议之前，所以我是觉得可能接下来大家一定要这个警惕到底就是这些关税对于美国经济的影响，当然就会对股市、对台湾的股市影响就会产生连锁效应。而这个大而美，对，事实上是大而丑呢，还是大而美3年呢？这个就是一个观察的重点，到底对今年下半年的经济影响是如何？其实真的大家都在密切的这个绷紧的观察当中。因为很害怕，就是对经济产生很大的冲击嘛。来，李将军，山东舰为什么停在香港？你知道吗？第一个，当然大家第一个直觉就是说，这个给香港老百姓看了是，然后跟香港的居民讲，我们国家对不对有这国之重器，有这么雄壮威武的这个蒙头巨舰停在这个地方，让国人能够安心，可以保家卫民。其实我觉得第二个目的是什么？是给这个其他全世界国家看。为什么我说给全世界其他国家看呢？因为香港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国际城市，而且金融重镇。这个作为你如果说到台湾几个港口去看，你会发现你进了港口，如果从外海进来的话，第一眼看到一定是军舰。每一个国家这样，像譬如高雄港1号码头
1号码头席位停的叫新兵码头，那个是海军的码头，然后再往里面那个叫13号码头，原来也是海军的码头。那你到基隆去，是不是也一定可以看到军舰在那边？所以说每个国家它一定会把它的这种港口里面，将它军舰摆在最显眼的位置，让这些进来的这些船只或商轮来讲，第一眼看到说这个地方是我们国家，是我们的领土范围，是我们的领海范围。你现在进入我们临港，这个港口，你必须要遵照我们国家相关的法令规定，也是宣扬国威。所以他到香港去，我觉得有一个很大一个目的，因为香港毕竟是国际的一个金融重镇，也是一个国际很大一个港口在这边，所有来来往往、进进出出的船只都会看到这个航母战斗群，因为它不是只有一艘航空母舰，它包括到这个有055啊、052D 还有054这3艘护卫舰也跟在旁边所以它是展现它国力，对外展现国力很好一个地方。第二来讲，我们刚刚讲这个歼15T 的战机，这个我们就要讲到比较细节的，就是你如何展现你的国力，你不能摆一些老东西出来啊，大家。如果军迷一看的话，懂得军事一看，你没有什么新鲜玩意就不稀罕。所以它这次展示出来的那架飞机叫歼15T，它跟歼15摆在一起。那两者的差别在哪里？我们肉眼看的话，第一个最明显就是雷达罩颜色不一样。这个歼15T 它那个雷达罩是浅灰色的，那歼15旧款的是深色的那歼15T 那个 T 代表弹射，也就是说。它可以在即将成军的福建号上面起飞，那同时它也可以在辽宁号降落，也就是它可以形成一个航母战斗群的打击力量，可以2航母、3航母同时作战。这个战机起飞之后，在这个福特号起飞，它可以在辽宁号降落，可以在辽宁号降落，也可以在山东号起飞所以说是形成一个整体作战一个态势。第一个，它是用15T；第二个来讲它改变在哪里？第二个就是它的，如果细看的话。它的控制管位置改掉了，原来控制管是在前面的，它现在改在侧边。改在侧边的目的是什么呢？可以让它雷达罩前面那个灰色那部分的雷达罩可以做得更大。雷达罩做得更大，代表里面的雷达是更大的，那侦测的范围可以更广。而且你看到它角度是斜的，也就是说它因为大嘛，所以它必须斜着放，那可以看的范围更广。那在第三个它是很特殊一点，它把机炮取消掉了。你知道这歼15T上面没有机炮，歼15有机炮。我们都认为空战一定是看，这像捍卫战是一样，互相飞机在那边缠斗，然后机关枪打来打去。它现在没有机炮，那它全部都是换成导弹。也就是说，解放军的战术思想、海权的观念已经很明显改变。他认为说，我将来作战，我不需要用到机炮，我只要我的雷达，我就一定可以提早锁定到你。然后不管是远程的，我发射 PD-15；近程的，我发射 PD-10的导弹，我就可以将你击灭。那我将那空间空下来，机炮的空间空下来，放什么呢？放油料，或者是放导弹，可以带更多的导弹或更多的油料，我可以有更远的作战半径。所以我跟各位介绍就是大概歼15T的一些性能提升的部分。对，这个可以明显感受到提升。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欢迎您回来，新闻大白话。我们来看果然川普还真的就是川普他这个通过了大俄美的法案之后呢，川普非常高兴那他立刻呢就要来宣扬，就是他认为他的政绩嘛，所以呢他就选在美国的独立日下午这一时候来在白宫举行仪式，特别就是要签署大俄美法律，成为这个真的法律了。那你可以看到呢，甚至他为了要庆祝他还使用了B-2战机来飞越白宫，就是呢要来告诉大家，你看多么开心的事情，好像是一个国家一个非常重大的仪式，非常重大的庆典还举行了这个烟火演出。那很多的这个群众大家在旁边拍手好，那他自己呢说，他也从没有看过我国人民那么开心因为好多的族群就因为他签署的这个大俄美法案呢，现在获得了照料。他说
说这是史上最受欢迎的法案之一，不管你是不是军人，它都是你一定会支持的。但真的是如此吗？现在反而很多美国人可能要开始担心了。我们就有看到专家学者提出来说啊，这个大俄美法案它恐怕会恶化现在的经济环境，也会增加美国经济的不确定性。那如果你是从全球来看呢，这个法案包含在国防、在能源啊这些布局，都会让整个国际地缘政治的争斗越来越明显。好，所以这个大俄美到底是大俄美还是大俄？这不知道是好还是坏的炸弹呢？经济学人也提到哦，就是说这个法案啊，结合了雷根的小政府保守主义以及川普的民粹风格，再加上呢，好多国会议员都为了自身的利益因此而加入，所以这是什么？这很像一个很大啦，是一个庞大，但是是一个畸形的怪物哦。它不只会对美国未来10年的经济带来威胁，更说这个所谓的川普经济学，不过就是一个华而不实的空洞幌子。好，但是呢，川普现在这个大俄美法案呢，是不是不只是在美国国内非常担心，甚至他反而是送给中国的一份大礼呢？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啊就直言，他说：“川普，你有听到吗？这是东方的咆哮，14亿的中国人现在因为你签了这个大俄美的法案哦，都在嘲笑我们。他说这破坏了严重破坏了美国的能源战略以及未来的发展啊，尤其是现在 AI 时代，大家对于电力的需求越来越增加。”再生能源也是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可是，在这个法案里头，却把它标签化，导致美国在电力的供应能力上是严重的削弱。他就总结了，他说世界上恐怕只有川普的共和党以及中国在为这个法案而欢呼，因为没有什么呢能够比这样的法案更能让中国再次伟大。他讲的话非常的重哦。好，但是不止他，英国媒体也这样子讲，他就说呢，这个中国领导人哦，看到美国通过了这样的法案啊，现在应该都在拍手叫好了吧？他说美国政界啊，是不是已经失去理智了？竟然会在经济和地缘政治上呢，做出这种自强的行为哦。好，那但是我们看到川普现在对于的中国是不是也开始呢，就是急于要制裁？我们看到美国呢，现在就计划说在晶片上啊，他们也要防止大陆有机会走私，于是就把矛头对向了马来西亚跟泰国。那当然这是彭博社就提到，美国商务部的草案规则不是针对马来西亚，也不是针对泰国，但是呢是要防止中国透过这2个国家取得元件。那美国所以已经实施禁止向中国销售辉达先进 AI 处理器，但是这个规则当然还没有最终定案哦，这个后续还有可能再进行调整。那另外是呢，可是你看美国新能源厂商啊，他们现在都觉得说这个未来10年谁会主导全球的 AI 呢？没有悬念了，至少不会是美国。好，这是美国的清洁能源开发商啊，就说尤其是这个大俄美法案之后啊，共和党的人成功砍掉数千亿美元的清洁能源补贴，所以呢，清洁能源税收优惠首先在2027年底开始就会逐步被取消了。那另外呢，它也造就了赢家，就是中国的 AI 产业。他说，很多欧洲的同行都认为说，未来能够因为你现在已经把这补贴取消嘛，所以呢，未来10年哦，能够成为主导性的超级大国吗？这个恐怕又把拱手让给中国了。所以呢，这个目前呢，整个晶片啊，全球的布局呢，还有我们要看到跟我们有关是台湾地区以23%的产能，现在是位居全球第1的。那其次就是中国大陆的这个占比是21%，依序是韩国、日本、美国。但是呢，就评论认为说，随着中国大陆这个对于晶片的产业规格的重视程度、投资规模的扩大，所以在2030年的时候，中国大陆的这个制造业啊，晶片制造业恐怕会超过台湾哦，这也是我们未来要警惕的。好，彬哥来怎么看哦？现在这个川普的大俄美法案啊，到底是真的又大又美呢，还是一个庞大又畸形的怪物？不管怎么样，我们都看得出来，川普非常好大喜功哦，而且我觉得他对阅兵好有一种个人的执念。对我真的觉得很奇怪，他什么都要阅兵一下，跟小孩子一样，很喜欢看阅兵演习。我觉得这到底是什么心态，我搞不清楚。如果他真的这么爱阅兵哦，我觉得这样看起来9月3号去中国大陆的可能性大增，因为他可以看得到阅兵，他可能想去看阅兵。我觉得这个人是蛮奇怪的。但是问题是，他现在硬过了这个大而美法案。这个大而美法案，各界普遍认为，他对富人恐怕比对一般民众更有利。
那甚至有人直接形容它是劫贫济富。那这个会造成非常严重的美国社会的问题。光是一个医疗，恐怕以后就有上千万人在美国可能会丧失医疗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帮助，是会制造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千万人不少因为美国也不过才3亿多人。那假设有1/30的人会遭遇到这样医疗方面的严重问题，这会制造美国社会非常大的一个祸乱。那更不要讲说，他在他这个大而美法案里头，他完全放弃了，几乎是完全放弃了对就是清洁能源的补贴。对，他认为太阳能啊这些东西不重要，然后甚至呢对电动车这些未来产业呢，他也放弃补贴。所以马斯克为什么骂得这么凶？大家应该很清楚了吧？对，因为他没有补贴了。他是受害者啊。对，那美国等于放弃自己未来在新能源车的发展，也放弃新能源的开发。这个对一个一直想要抢占世界未来的主导性的这样的国家来讲是非常不可思议。也就是所有新的尝试，美国全部放弃，他都把所有的补贴转而去补贴既有的东西，那就是一个放弃进步的国家，未来怎么可能会是世界的主导国家呢？这不是一个很逻辑上的一个谬误吗？所以为什么这些人骂得这么凶？因为认为你川普到底在干什么？你在放弃美国的未来，这是非常奇怪。你看在台湾，即使我们很多人都认为说核能应该要继续存在，可是没有人告诉你不要发展太阳能对，没有人告诉你不要发展风电我们都是说应该要发展，只是不要把比重投注的这么大，不要把国家的未来压在这个上面，这是很危险。但是没有人说不要发展，可是现在川普等于是在告诉你不要发展这些东西。美国能源已经够。那为什么现在高科技产业大家都认为10年之后主导国家 AI 主导国家是中国大陆？因为你要电你没有电，请问一下你怎么去用？美国这几年的电力发展成长得非常慢，与此同时，中国大陆从2000年到现在，它电力的成长大概7、8倍是倍不是增加了7、8亿，也是增加了7、8倍所以，当中国大陆不断的在发展它的电力，那美国没有相应的发展的时候，你没有电，请问一下未来怎么搞 AI 产业？就好像台湾一直在鬼叫说，我们未来是什么 AI 世界霸主，你的电力根本没有成长，请问一下你怎么去发展这些东西呢？所以我觉得世界的未来恐怕就在川普这一代决定。对，所以就被形容说这反而是送给中国的大礼。杨老师，我觉得大而美法案应该叫大富翁法案，那也可以说是大短视法案，比较像是房地产的研究或开发商，或者是华尔街的分析跟投资者，他们在看股市，他们在看房市，看半年，最多也许看未来2、3年。那我觉得整个川普看这个法案900多页，就是看接下来的半年，以及接下来2、3年，那不就是刚好川普的这个任期？对。那半年的意思就是，因为川普的关税马上都要陆续的出炉，那关税那就会进口就课税，然后呢物价就会上涨。那所以呢，你用这个减税的方式，你用减少补助的方式，然后呢增加安全，它增加军费，它增加边境的防卫，所以呢就可以把就是可能在就业上面，以及在经济刺激上面做一个平衡，也就是减少通膨所可能带来的冲击。这就是这个短期的半年的这个刺激法案嘛。其实简单讲就是如此。那再长一点的话呢，它砍补助，9月30号截止，美国买电动车就没有7500美元的补助了。对，所以你觉得美国人会再去大量买电动车吗？他又不准中国大陆这个有竞争力的电动车进口到美国市场，所以特斯拉为什么这么的生气啊？可见特斯拉将来在9月30号之后它的美国市场一定会受到重挫。那它在中国大陆市场已经受到消退，所以呢，特斯拉未来面临到很大的影响。不过有趣味的是，特斯拉在上半年台湾的市场，在这个进口豪车当中排名第1。以及排名前10的有3辆，对两岸的企业有什么影响？它里面有个规定半导体如果在2026年底以前设厂开工，你就可以得到补助；如果你在2026年之后，你的补助就会大幅的减少。所以呢，台积电现在很伤脑筋，它不是承诺6+2+1吗？现在已经有3个厂在运作，那接下来的这个3个厂跟2个封装厂能够在2026年启动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可是对大陆企业什么影响？负面影响比较多。
因为它砍了对绿能的补助，电池太阳板、光伏板这些美国的企业如果跟中国大陆有任何连结的，它把你大砍，几乎砍掉零。所以呢，美国的企业说，那我们干脆放弃了，我们做任何这个领域如果没有跟中国的供应链去做结合的话，根本成本上不可能，你砍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效益。所以我觉得这个大而美，它比较像是大富翁，给有钱人的，而且呢是比较短视，是接下来半年跟3年。你说真的长远，我是很质疑它会带来怎么样的就是效益，尤其是它对于整个产业还有就是说增加美债方面，越到后面它的压力就越大。来，李将军。这大而美不如说是杂而乱确实是劫贫济富了。为什么大家讲劫贫济富？为什么讲？第一个先讲为什么杂而乱。它总共有940页这么多的法案，你说它是不是包罗万象？其中从国防的军费支出的到边境到移民甚至到税收等等都包括在里面，所以真的是非常多那因为多，你就一定很杂嘛。那第一个，我们先讲它为什么劫贫济富，因为这次来讲的话，它减了什么？减的是富人税，它富人税减了很多，可是有一个税它没有减到，就是一般平民经常拿的那叫小费税。我印象中为什么我对这个税收特别敏感，特别记得特别清楚？因为川普他在竞选的时候，他说他要取消小费税。如果到美国去生活过，你就知道很多这个一般的庶民来讲的话，他大概他就是靠小费收入在维持生活。他餐厅里面可能没给他什么工资大概都是给小费。那外国你知道到美国来讲的话，吃饭是一定要给小费的，开个车门也要给小费。那你现在对这些小费你要征税，那你是不是这个反而富人来讲你减税？第二个就是它减少了什么？减少是社会安全网的支出，它减少。那这些社会安全网其实是一般平民来讲，一般中下收入阶层最需要的。那反而富人来讲，你减少他的税收。那他的理论是什么？他说我们即将美国就像坐上火箭了，然后经济马上爆发了，因为他认为我减了富人的税之后，这些富人税省下来的钱，他会去消费，会刺激经济成长。但是这个会不会这样子？这个省下钱，他会不会拿去消费，刺激经济成长？其实有很大的一个考验。第二个来讲我们台湾不要认为说我们可以置身度外，这个大而美法案，对，因为它增加的是什么？第一个是军费、国防支出，还有边境，还有移民这些问题。那有些东西跟我们台湾是有关系譬如说移民的问题我们台湾有多少人到美国去念书干嘛，会不会受到影响？那第二个来讲，还有一个它减少很重要的支出是对外援助的支出。那这个对我们台湾就很明显了，就可能我们以后来讲，还可不可以获得那么多美国在军事或其他方面的援助？我们大家要特别注意到那当然，新能源政策，它这个能源政策里面当然是帮助中国。中国来讲，从2019年开始，它提倡一个新的一个经济，我们经常听到就是新三样。拿新三样来，锂电池，对不对？太阳能还有电动车。结果现在相对的，这时候它原来最大的竞争对手是美国美国一直扬言要提高中国电动车啦，或者锂电池、太阳能。现在来讲，它反而把这个补助取消掉，那你是不是让中国可以就这3样新能源、电动车，然后对国外来讲大大的这个抢占不管是欧洲或其他全世界的市场，反而你美国在这一块来讲，会削弱你自己本身在全球的一个竞争能力。更多的国际内容，我们马上回来。之前呢，他也曾经有提过，说要推军人搭飞机，给予他荣誉感，请国际航空们研议一下，直接帮军人们升等。但这件事情呢，工会有跳出来讲，航空公司听到总统讲了好，我们赶紧去研议。但这一位一向都很挺民进党的苦苓，他说话了。他说：“请赖总统不要慷他人之慨。”他特别强调，你要办票或升等，政府出钱嘛，你不要伤害一般平民基点升等的权利啊！讲的其实呢，很多人讲说对啊，你要升头等舱，要升商务舱，那个其实都是花钱买来的。而且现在呢，还听传说观光署想要找军人常态优惠，比如说游乐区能不能够协调给一些优惠？业者就想优惠可以啊，那你有没有补贴呢？这一些东西大家就想问，一个就等一来一往嘛。你希望我给优惠，那你也要给我一些相关的补贴，不管是租税又或者是任何的东西，那政府你要提出对策啊。
不然的话，你就会像你那个打电话去问餐饮业者，餐饮业者就直接气炸了。因为经济部告诉大家，确实他们有打这通电话，问问看说能不能够让业者来提供一些的优惠。业者最生气的是什么？他们最生气的是说，经济部假狼告稿，要求一定要打折，不能用其他的方式来进军。我给一杯饮料不行，得要打折。那餐厅是你经济部开的吗？这些难道不是成本吗？这种做法过头了吧？拍总统马屁也不是这样吧？甚或军人这样子会敢用这一些优惠吗？而且现在在网络上面抛出全家是军人照的时候，竟然还被青鸟出征。原因是因为这一家人事后呢被人家发现说，哎呀，原来他们曾经有嘲讽过赖清德缺德，之后就被疯狂出征了。接下来大家心里面想问的就是，赖清德他前面的这4讲里面讲了很多东西，最经典的那一讲就是第4讲的万元人。你没有这1万块，你有差吗？你有差吗？你有差吗？好，现在呢，卓荣他的讲法是有差。太平盛世的时候可以发，但是现在不是太平盛世，所以要发万元现金，万万不可。这笔钱呢，他认为应该要放在国安条例，让他早点通过。要发现金，等太平盛世再来思考。如果发现金的话，严重哦，潜艇会变救生圈，无人机会变成遥控飞机哦，这样子大家还要发吗？但是你也必须要理解，其实潜艇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国防预算啊，你为什么就不能专案处理呢？再者，你现在不是还要再买军购吗？国防部告诉大家了，他现在想要再买 M1 新的M1 09A7 型的自走炮，传出呢这个一口气要买足到168辆，本来规划是40辆，现在一次上升到168辆，全数汰换。另外呢，大家也想问，那你要买美军的这些装备也没问题，好，我们需要我们买，但是付了钱。货会到吗？因为现在委员就一直在问啊，你那个美军之前卖我们的鱼雷多少钱啊？它其实呢是已经付了超过50亿的预算，付了32亿，一个鱼雷都没有拿到，这样子我们后续的钱还要付吗？我们不能接受，就是钱付了，东西都一直没拿到，那对我们来说，我们又算什么呢？其实现在呢，很多人在问美军的时候，大家就知道了，美国他们现在自己确实在制造的方面，有一点速度上面的问题之外，他们也面临了中方的一些压力。来看看 CNN 的访问。Around 7 years ago, I was in a small boat in this same harbor looking at a very different aircraft carrier. It was the USS Ronald Reagan making its own visit to Hong Kong. In the years since then, relations between Beijing and Washington have sharply deteriorated, and we haven't seen a US Navy ship here in many years. 他讲的这个很高很大的船舰是谁？是山东舰。带您用第一视角来看看山东舰到底有多高吧。好，这个画面呢，说是央视他们现在所释出的，在画面当中呢，就可以看到山东舰确实还蛮高的，因为呢，他们其实在里面算是他们目前在实施服役当中的这些航母当中是最有这个竞争力的一个。那另一个部分呢，则是他们现在代航母都在往前推，003呢已经开始在进行好几次的海试，之后很有可能就会加速它进入服役期的速度。那大家就想问，其实他们现在有这么多的画面让你能够看得到、拍得到，有没有可能都是为93阅兵在做准备？最主要是最近也看到了歼20A 的隐形战斗机照片了。这个照片呢，说其实在大陆很多地方都有发现这新一代的战机在各地编队飞行。那这个有没有可能就是因为他们9月3号的阅兵有讲到要亮相新型武器，现在正在做准备当中呢？回过头来就想要请教一下帅将军，您会怎么样来看？好，军人搭机优惠这件事情，其实连苦苓都讲不要慷他人之慨。你也太小看军人了。我们军人哪里会贪图这么一点小便宜，就认为你是禁军？我民国52年进军校，在军中服务了快40年。我们当军人的时候，薪水很低，从来没有感觉到因为薪水低而被社会所看不起，反而觉得蛮骄傲，从来没有感觉到不受尊重。自从洪仲丘前后这一段时间，退休的军人叫米虫，
啊，你赖清德主持将官晋升典礼，人家没起立，你还发脾气，你这叫尊重军人吗？军人的荣誉感要很多方面汇集起来，而不是这个小会啊，你就让军人有荣誉感。全世界的军人3大要件：国家意志，第2个是荣誉，第3个是责任。那今天国家意志，我们是为了中华民国当军人，为中华民国死而无憾，从来没人感觉到有抱怨。你现在也把中华民国盖成什么？中华民国在台湾，台湾就是中华民国，这种倒换的方式，让我们感觉国家意志很模糊。这第一个。第二个 honor 荣誉，荣誉是发自于内心的你的尊重，而不是广在物质。美国让军人升等或者优先进入，那是美国对军人荣誉将近100多年累积的成果，那是人家公司里面自动自发的，而不是政府来命令的，这就完全不一样了。第3个，买东西打折，真的，今天军人能穷到说就贪图那点打折吗？而不是感觉到店家真心真意的给你。所以这个东西啊，用这种很粗糙的手法，不要想说你伤害了人家店家的利益，你对军人也是一种瞧不起。难道我们就为那一点吗？对不对？所以你把国家意志搞清楚，你知道没有荣誉的军人，他连责任也没办法军人。那今天军人最大的问题，我们训练不扎实。为什么不扎实？军人的威仪没有了，权力没有了。今天犯错的士兵关个禁闭啊，要开3、4次人评会啊。军人打仗不是靠投票哎，要冲锋了，大家投票，袁教授你先上，行吗？对不对？那可能牺牲几率最大的，或者你断后，不是靠这个。你不尊重军人的威权，不尊重军人管教的严厉。我们当兵第一句话，平时不流汗，战场就流血；平时多流汗，战场就少流血。这是铁则了。你看美国也是一样啊。所以这个东西啊，做这种表面功夫啊，得不到军人被认同的感觉。所以这一点特别，我要警告赖政府，你糟蹋了那么多年的军人，今天拿这一点小会啊来挽回军心呢，晚了，没有用的。所以政府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吧。第3个，买军火，你难道不知道我们 F-16那鱼雷付钱已经付了多久了？你拿到的是库存品啊，那人家不要的淘汰没有用的东西，我们去弄来的。我赞成军人要给他有个像样的武器去打仗，对不对？你不能像我们像义和团一样拿了刀叉上战场，对，该买，但是你买什么？你现在口口声声都是为了制造危机感，制造台湾要大罢免。大罢免的原动在哪里？台湾很危险，你国民党还在删他的预算。我告诉你，这8年以来，这次删的最少了。你怎么借题发挥到这种地步呢？第2个，人家要求你发1万块，是你超征的税收，我不该付那么多的税，你征了，你拿去乱用，为什么不还我呢？这1000亿贴补台电，台电的问题是你错用了这个绿能呢，给他6块钱的1度电，核能电厂1块钱的你不要，这是你政策上的错误。拿我们的钱去补贴这个，早就没有道理了。所以你说，你讲的这10讲，我们能够认同吗？第2个，以色列打仗，美国给军火；乌克兰打仗，现在还有什么军火给你？给你都是他要淘汰的。其实对于我们来说，确实前面这4讲每一讲都很精彩，所以我们一直很期待这第5讲，但没想到今天第5讲总统府告诉我们取消了，真的是有一点点的扼腕。好，毕竟呢，第4讲那个时候讲到这个万元的时候，你知道讲了1个万元，到现在1个多星期，大家都还在讨论这个万元。这卓奎现在告诉我们了，发了这个万元之后，哇，潜艇变救生圈，无人机会变遥控机。
我非常非常的难过啊，就是说我生活在这种国家当中，这个总统还讲出什么团结思想，我都非常仔细看了前面啊，这个原来从悲剧变成喜剧，喜剧变闹剧啊，现在还蛮期待的，能够看到第5讲还闹出什么鬼玩意儿出来啊！我上个礼拜在重庆的梅花山呢，有一件非常感动我的事情啊，居然亲眼看到了我们山东战神张自忠将军2次大战期间在战场上牺牲的最高军阶的上将死在战场上，张自忠啊，而且我碰到他的孙子啊，叫做张庆成，我们拍了一段 video。你要了解啊，军人本身呢就是国家责任荣誉啊。对于他来讲的话呢，我亲眼看到张自忠写了封信啊，在大战来临之前呢就不打算活了啊，那个才叫军人啊。说良心话，我今天准备这个题目的时候，看到赖清德讲这个军人的时候，我想到说，算不算退伍的？我旁边，我就在祈祷说能够坐在赛将军旁边的，就跟着他一起的话来，说不定还一起升等的。小道小利啊，你这个总统怎么可以说这种话呢？你要强调就是说国家啊，你要不然就宣布台独嘛，就我们就是什么台湾共和国啊，你不敢。你要宣布啊，对不对？要没有这个胆子的话呢，你责任你自己什么责任啊？你的儿子孙子都安排好了，叫人家去责任对不对？你荣誉了，你讲完这个话，你不觉得丢脸吗？这哪有什么荣誉啊？那你现在的话呢？比如说我最近的话，我说讲起来很生气啊，刚交完税啊，不得了。我没有像别人我没那么大头脑啊，每天教书忙得要死，哪懂得避税啊？我们看到他们很多人都会避税啊，退休人还在避税，我们不懂这个事情啊，我们乖乖的交税，乖乖交税，我都觉得说哇，怎么搞得交这么多啊？对不对？活了这么辛苦，过2天都过劳死了，对不对？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要觉得税多的话，税超收多少？5、6兆啊！你们开玩笑，现在是叫你拿出2300亿，然后呢，一人补发1万，你说不行？那我现在想起来，搞清楚，原来前几天赖清德还问人家底下讲，1万块，矿工的儿子讲说1万块能干什么？底下人喊出来买个菜就没了啊！他说对呀，那1万块太少就不要，那你发2万啊，对不对？你嫌少，你超收了这么多，你现在的公共建设你做了什么东西？你自己要想啊。你自己要了解啊！一般来讲的话呢，你根本就是个没钱的人，你就是个矿工的儿子啊！你本身来讲，你用的都是一个纳税人的钱，你民主国家要有这个基本的概念，你连这基本的概念都还没有，还要军人什么？军人就可以升等？你们讲什么军人？现役军人什么资格啊？那万一的话呢，你碰到一些无赖的话呢，我不要讲说军人变得无赖，因为现在的话呢，军人本身的话呢，也是他们自己也觉得受到很大的威胁。但我今天听到苦苓在讲的时候，你要靠大人之慨。那苦苓原来的话呢，基本上是完全按照民进党的讲法来讲的，他都会觉得为什么？因为赖清德做这个事情，他违背了一个正常的自由经济的原则。请大家记住啊，如果说我们这里是朝鲜，如果我们是北韩啊，那就可以这样子搞，那个军人的话呢，地位就高得很啊。但是你在这里的话呢，强调长期来讲都是自愿役的。我自己也干过2年军人但当然跟我们帅将军不能比了，我是义务的了啊。但是我也当了那个时候，我也有一些这个小少尉里面享受的待遇，你讲清楚就可以了。但是我的国家责任荣誉是很强的，跟赖清德不一样。好，不过也给大家一个数字啦，哈，这个是财政部他们之前公布的去年超征税收是5283亿元，这是创历史新高，所以后续才会有很多人在讨论是不是要还税于民1万块等等。好，当然呢，在这个部分政府的立场跟很多人的想法就会不太一样。来，请教导师。对，我觉得如果是一个阁揆啊，用这样的话说普发现金就会让潜水艇变救生圈，无人机变成遥控飞机，我觉得是有点失格。好，即便你现在是可能是在着眼于大罢免，都不应该这样讲。好，因为你是这么最高的行政首长了，很不应该。我讲一下这个美国对台军售的这个延迟其实这几年其实大家都很关注，意思是说，因为过去我们都会说美国对台军售的内容，这个量，还有这个交付的速度是一个关键嘛。那这几年最高峰的时候，如果是根据国际媒体、台湾的媒体，还有一些智库的评估，最高峰可是将近快200亿美金，这在去年状况。那这里面呢，有一些是慢慢回到轨道比如说这个所托式2B 的飞弹，最新的这反装甲飞弹，我们向美国购买到1700枚，慢慢的从去年底到今年是有交付。但是呢，像今天的这个新闻重型鱼雷海军的，还有包括像是这 F-16V。还有包括是这个联合遥控飞弹给空军使用的，这些都还是没有很快的缓解。今年 F-16V 可能最多是交付我们6架，
这是已经落后了进度，所以这还是非常非常关键。当然，理由是什么？其实最重要是理由是什么？你可以说因为这个美国的国防生产商产能不足，比如说前几年的确受到疫情影响，俄乌战争有没有影响？有，但是这后面也牵涉到说美国的这个交付的优先次序是什么？这也是台湾非常非常关键的。甚至我们过去还透过比如说美国的国会议员向美国的政府施压，在拜登政府任内。那再看现在是川普2.0的第一年，到目前为止，其实美国还没有真正宣布任何一个对台的军售。那回顾下2017年，其实也差不多在这个时候，2017年6月份，川普宣布第一次的对台军售，总共在他4年任内11次。我们之前讲过说，金额是有史以来最高了。那1个多月以前这个国际的媒体也有一些讯息在透露，可能也是释放讯息说这4年的任期，新任期可能很容易就可以打破这个川普1.0当时是11次对台军售，而且总金额大概160几亿美金。但这里面还有个重点拜登任内是19次，80几亿，但是打一半而已。但是拜登所做的，包括外国军事融资、总统特别提款权，基本上是把东西或是把这个金钱给台湾去做购买。但我们要特别知道，是以川普的个性来说，都不太可能，因为他认为台湾有钱所以未来还有很多的不确定性。是不确定性，其实还很多，也包括了美国他们自己内部的一些政局变化。好，昨天7月10号 ，4th of July， 川普超级开心，你看看这个脸，你就知道他笑的有多开啦。来，直接上画面。当时为什么他会这么开心？原因就是因为他终于签了这个大而美法案。签完之后呢，拿起来给大家看，然后呢，很开心的敲了锤，因为他认为这个是他当上总统之后最重要通过的一个法规之一。好，为什么这个东西会这么样的重要？甚至呢，还直接喊胜利，让战机飞越白宫。当时呢，他们说他这个B-2 轰炸机就直接从白宫的上风呢就飞过去，象征着美国正在赢得前所未有的胜利。把 B-2 都请出来，就是因为他觉得这个东西减税政策是他现在线下认为可以帮助美国再次伟大最重要的一个方向之一。他甚至自夸自己是华盛顿、林肯，就像他们这2位伟大的总统一般，这么样的伟大甚至比他们还要伟大。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他觉得这个大而美法案减税之后，就有办法让这个关税这边的税，然后来补这边的支出，然后同时呢，它也删减了一些政府的支出，但这些支出都是什么？都是医疗法案都是医疗补助又或者是说呢，是社会的补贴、食物券等等。好，因为这个法案肯定会增加国债，所以呢，马斯克很生气。马斯克他讲，这个叫做债务奴役法案，就是呢，你一通过这个法案之后，你马上就变成债务的奴役了啦。那可是问题是，2个人一来一往，现在已经是水火不容，甚至呢还传出川普自曝说，那个时候纽时不是揭露说马斯克疑似有这个吸毒吗？他说是我去告密的，是我去爆料的。马斯克当然目前真正的对手没想到就在身边。现在传出马斯克要筹组美国党，而且第一步就瞄准国会席次，挑战共和跟民主2党的垄断。换句话说，明年期中选举的时候，他也要成为玩家，而不是坐在旁边扛教的。到底川普这个大而美法案算不算是一个自残式的法案呢？英国媒体他们说了，说现在这个大而美法案里面有一个很清楚的，就是他对于清洁能源、绿能这一块，其实他是把它完全抓掉的。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就很有可能会让中方之后变成世界上第一个电力的超级大国。那更不用说2方在稀土战的这一战，看起来美国好像节节败退。原因是您来看看这则报道，这则报道是大陆的媒体特别提到说，北京在稀土战奏效了，所以美国24小时里面包括了恢复对华的出口以外，包括了设计软件供应商对华出口限制取消，包括了
飞机发动机限制也取消，24小时3浪步。哎，你是不是就知道这个真的就是它的痛处？甚至还讲啊，不只是稀土王牌而已，还包括一个金属冶炼术。因为呢，大陆在全球的这个基本金属的冶炼市占率也一直在上升当中，而且呢，就接近主导地位，差不多就跟稀土一样啦，就是它整个市场7、8成都是它拿走了。美中的科技战目前收兵了吗？好，北京现在证实啦，美方是已经取消了一系列的限制，但是他也强调，伦敦框架得来不易，对话合作才是正道。后面这一句是重点了，讹诈胁迫没有出路。也就是说，即便都做到这样子了，中方其实现在还在看后续他会不会再出新招。好，毕竟啦，现在呢，中国专家的讲法是，你不要想要拿那一些仨瓜两枣啊来跟我换我手中的真金白银，到底你有没有办法真的晶片这一部分限制你会取消，让我取得一些关键晶片？这个呢，其实很多人是打一个问号，还在存疑当中的。毕竟呢，彭博社讲了，美方好像打算要管制辉达的 AI 晶片，马来西亚跟泰国现在确实也变成一个晶片大国了。那他们就说了，如果辉达 AI 晶片呢，就透过东南亚这一边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最后转到了中方？现在他们长臂管辖正在研拟草案，要严防这样的情势发生。所以回过头就想请教一下帅将军，您会怎么样来看大而美法案通过之后，那个川普的笑容差不多裂到耳朵了？当然了，这个大而美的法案谁获利了？有钱人获利。以前是600万以下遗产税、赠与税是可以不要缴的，他现在把它提高到1500万，那谁最高兴呢？富人高兴。为什么有钱人高兴，他高兴呢？他是有钱人圈子里的同温层呢。他哪里看得到贫下中农呢？他取消了这些食物补贴，那有的吃不起饭的人就没有饭吃。最痛苦的是什么？美国的医疗本来就很贵，对，为什么芬太尼那么夯呢？造成这么多人健康出问题呢？因为看不起病，只有买止痛药，病带来的下面就一个字就叫痛，病痛。那不看病怎么办？就拿止痛药。所以这个问题，任何一个先进国家是要自己贫富能够拉均，全民都能够繁荣。今天让美国的医疗穷人看不起病，让穷人吃不起饭，这个还不严重吗？你还跟各州对抗，跟洛杉矶，跟你美国当初13州独立的时候，各州有各州的这个独立权哦。你这种搞法跟民主党分裂，你就是分裂啊，不是团结。今天好意思讲马克思吸毒，前一阵子马克思在暴露你去嫖妓还嫖未成年的，但美国对未成年的女性的保护非常严格的，所以这个彼此之间的互相的攻击了，对，川普也没有双方都没有办法来证实这个讯息的付这种封口费不止一次啊，什么叫封口费？对，所以这个问题啊，这个人呢品德低下，做一些他是一场豪赌啊。什么豪赌？把美国的国运拿在手上，讲得很好听，包装成美国再次伟大。你想想，他用强迫的手段要人家缴关税，还发了明天还要发100封信。我告诉你，跟关税跟你美国有关系的最多不超过20个，你都收拾不了。中国大陆你没收拾成功啊，日本到现在没松口啊，加拿大也没松口啊。现在就看墨西哥啊，对不对？这几个跟你顺差比较大的国家，所以他只有掩饰自己。什么100封，你寄给非洲那些小国家，人家说，你这封信啊，连邮票钱都不值啊，我跟你没什么生意啊，对不对？所以这个人呢，好大喜功，吹牛吹得一塌糊涂。为什么跟马斯克唱反调，跟那个联准会的唱反调？你根本反其道而行嘛。下一关就是通货膨胀，再下一关失业膨胀。失业率现在好看是什么原因？我被解雇了以后，我晚上去兼2个差呀，看起来就业人口没有少啊。事实上是这一个人干的，还有美债，对吧？
你拿美金榨人家的钱，全世界被他圈了不少钱呢。每个国家都看在眼里啊，只是因为不敢惹你，是因为你军事实力强大。现在老二，中国的军事不比你差了，至少在太平洋、西太平洋里面，你一点优势都没有，所以你恨不起来啊。所以现在就看欧盟嘛，被你逼的关税这个样子，要不要跟中国大陆合作？冯德莱恩已经不值一看了，搞不好马上下台了，对不对？所以这个问题啊，东升西降啊，这个态势已经很完整的表现。来请教一下岳老师。对，这个大漂亮法案叫 BBB Big Beautiful Bill 啊，大家要搞清楚。我在这边讲一点跟我们将军不一样看法，但是我是从哲学的角度来讲。啊，昨天众议院投票的话呢，218票对214票。对，大家要了解，在美国当个众议员不容易，除非美国人都白痴啊，那选出来的人也是白痴，否则的话呢，这里头就是美国整个立国的精神，就是美国最重要的哲学，就是极端的自由主义经济。什么叫极端自由主义经济呢？我是不是硕士论文就写这个？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哲学，全世界只有美国在实施的。美国人相信所谓的政府就是不管事的政府，叫 minimal state 最小的政府。然后呢，这个钱如果在大家手里的话呢，这个消费上就没有问题，没有我们上一节讨论的要不要发1万块给人家，要不要还回来。在美国的哲学里头当中，这个钱就是我的，所以美国基本上是儿童的乐园，年轻人战场，老年人坟墓。就这个法案当中，为什么马斯克这么反对呢？因为他其实啊，它里面的大幅度开始，这个法案呢，这个 BBB 啊，里面加西加八拉了一大堆啊，所以说美国众议院要重新投票。它里面的话呢，有4个部分啊。第一个的话呢，医疗啊，你付不起钱的人的话呢，你就死在大街上，这就是美国。这就是美国伟大精神。大家在美国有朋友的话呢，所有人努力工作的话，才有这个医疗保险。像我们现在去不了美国，因为没有保险，不可能再去了啊！就是有美国国籍也去不了。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什么呢？移民啊，花了1000亿啊，把他们抓起来，就移民赶走的话呢，那基本上的话呢，美国人的话都就业啊。然后呢，它里面就业当中的话呢，你像到餐厅端盘子的啊，或者 overtime 的了，晚上加班的，通通免税。这个其实讲起来非常符合美国人精神，所以说他才能够通过。这投票投多少次啊？里面加上这样，他的国防加了1500亿啊！啊，美国的话呢，觉得美国这种国家要自私，一定要国家强大。所以说，美国本身在整个世界当中是一个非常非常自私自利的哲学啊，它才能够拥有今天的地位啊。为什么我们小时候成长的过程都很羡慕美国？就是美国让自私的人充分发挥啊！大家都要清楚，非常了解，每一个人只要有发挥的机会的话呢，连你连我都是自私的人。另外的话呢，就是美国把绿人全部砍掉了，美国这个是他最大的败笔。所以英国的批评这一点的话，就是在这点上了，就说什么呢？你这个 BBB 当中的话呢，把这个未来的能源科技完全不要，是吧？叫大家在地底下挖油啊，叫大家烧煤啊，烧什么啊，用的什么第1代、第2代的核能啊，那这个的话呢是开倒车的行为。为什么呢？因为能源的科技等于是未来的科技，也等于是国家发展的动力啊，就涉及到大家都知道嘛，你说未来的竞争就是 AI 嘛 ，AI 的竞争当中的话，主要就是电能啊，主要是资料库，那另外的话呢，还有重要就是资本嘛。那美国资本没有问题，但是美国的电能的话呢，有很大的问题，所以说美国所有的大公司在发展自己的 AI 的时候，都要成立自己的核能厂。那这样子的话呢，核能厂本身的话呢，一定要用大陆的第4代核能科技，它才没有这种危险啊，没有这种风险。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美国本身要发展的是应该未来新能源科技，而未来新能源科技的话呢，川普现在针对马斯克讲说，就是因为我不补助你特斯拉，所以你在拼命的反对我。其实没有这么简单，因为的话呢，这个马斯克的估计，美国极有可能在未来的国债以现在的37兆的这个国债化来增加5兆，就川普下台的时候呢，可能超过42兆。所以说这个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法案，关键在这，但是它非常非常符合美国极端的自由经济的主义。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川普才会笑成这个鬼样子。请教一下李大中老师。我觉得任何一个美国总统他做的事情，他想要做的达到目标，大家都差不多，都是让美国再度伟大，可是他看这个事情开的这个药方，有时候就是南辕北辙。那这个法案对川普重不重要？当然太重要了。他老早就下军令状，摆明7月4号，因为众院早就在5月讨论，那参议院再来一次，那参议院通过之后，还要再回到众院，因为版本不同。但不管如何，最后川普是强渡关山了，他就是他的大成功。那这个法案哦，它的这种规模哈，就是包括减税规模是到4点多兆美金。
它远远超过拜登任内第1年也是一个大法案，叫做基础建设法案。但拜登当时的基础建设法案也不过就是1.2兆美金左右，所以这一次川普所做的事情是，他可能真心认为是对美国好，他要缴过去所有的弊病。好，所以他提出的方法就是刚才讲这些。他有没有增加一些支出？有啊，国防、国家安全、边境，但是这些支出也不是3-4千亿美金而已。那有没有减少一些支出呢？有啊，比如说刚刚讲的绿色经济、绿色的这个新的能源，他可能没有任何兴趣。还有这些一般的这个社会福利还有健康保险，这些是他省下来的钱。那更重要的地方是说目前来说有好多批评川普大美法案的这种不同的主张，大概就2点。第一点就是大家刚才也都提到了，就是有人认为是既富劫贫啊。济贫劫富，济贫劫富了哈，就是对这些比较辛苦的人再开更多的刀，然后让有钱人比较过得更好。那第二种就是像马斯克也讲过说这补助的地方是过去应该要再建的一些产业，把这个钱重心放在这些，对于未来新兴的产业，应该是跟美国未来可以跟中国大陆竞争的这产业，它其实不再做补助。所以这2个就是比较在批评川普大而美法案的主要的2个源头。但不管如何，这个在美国，我觉得这个法案主要对川普来讲，它是个对内部的法案，在矫正过去弊病。但是它的效果其实可能不只是美国内部的，比如说财富的重新分配，重点投资要放在哪边，或是说能源，或是说社会福利没有，它的重点其实还是会回到我觉得未来的美中的战略竞争。过去拜登开的那个要灯叫做先强本，美国觉得基础建设很落后，竞争拜登刚开始第1年的时候，竞争就是要跟中国大陆竞争。第3，当时拜登重视是美国要在全世界要拉拢美国的伙伴跟盟友。那现在川普开的这个法案叫做大而美，但大而美到底最后会对美国如何好或不好，是不是个有效的一个处方，我觉得还要看一点时间才看得出来。但对川普而言，他坚信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会让美国过得更好。是。那这里面当然后面也有一些美国不同的其实美国的左右没有像欧洲那么明显，但是这里面也牵涉到，只要是重新分配，这些都是有一些怎么讲，有一些它后面的一些思考在后面。那我们还是拭目以待吧。